浩瀚的大西洋上有一片令人生畏的神秘海域，名为百慕大三角，也被称作魔鬼三角。几十年来，无数船只、飞机在这里诡异消失，这个地带仿佛暗藏着吞噬一切的魔力。百慕大三角真的如传说中那样可怕吗？今天我们将通过几个著名事件的回顾，抽丝剥茧，揭秘隐藏在其背后的真相。事实上，关于百慕大三角的离奇传闻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相传1492年，航海家哥伦布途经此海域时，就在航海日志中记载了罗盘异常和海上奇光等现象。这或许是百慕大三角最早的神秘记录。1945年12月5日傍晚，佛罗里达州上空被夕阳染成橙红色，在海军航空基地的跑道上，5架暗绿色的复仇者鱼雷轰炸机依次升空，轰鸣声划破长空。谁也没想到，这支第19飞行队的例行训练任务却成为航空史上最离奇的谜团之一。这5架军机按照计划应该飞往东面的海域进行轰炸练习，然后转向北，再折返基地。然而，当他们进入百慕大三角区域后，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令所有人脊背发凉。我不知道我们在哪里。无线电通话中传出领航员焦急而沙哑的声音。我们在最后一次转向后，似乎迷失了方向，罗盘也完全失灵了。基地塔台的指挥官一时间愣住了，怎么会同时所有飞机的罗盘都坏掉？更糟糕的是，夜幕开始降临，茫茫大海上空已分不清东南西北，通信断断续续，第19飞行队的方位变得扑朔迷离。塔台人员竭力通过无线电指引他们朝着夕阳余晖的西方返航，但耳畔的电波中只剩下一片嘈杂，其中夹杂着飞行员绝望的喊声：我们找不到西边了，一切都不对劲，连大海看起来都和预想的不一样。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燃料也在一点一点耗尽。雷达屏幕上5架复仇者轰炸机的光点闪烁不定，最终在傍晚后的黑暗中神秘消失。基地陷入紧张氛围，指挥官立即派出一架 PBM 水上救援飞机连夜前往搜索。这是一架大型的马丁 PBM 水上飞机，满载燃油，准备执行通宵的海上搜索任务。然而，离开基地不久后，救援机的无线电联也突然中断。更令人不寒而栗的是，附近一艘轮船的船员报告称，他们远远看见天空中有一道耀眼的火光划过，似乎是一架飞机在空中爆炸。救援飞机和第19飞行队一样，再也没有返航，仿佛一同被大洋深处的某种神秘力量吞噬了。随后，美军展开了大规模的海空搜索行动，广袤的海面被划分成网格一一排查。然而，无论是救生艇、油污还是任何碎片，搜救队都一无所获。几天后，搜寻无果宣告结束，第19飞行队仿佛从未存在过一般。这起离奇事件很快传遍全美，5架军机、14名飞行员，外加1架救援机的13名机组人员，就这样在天气良好的白天和夜晚相继失踪，没有发出清晰的求救信号，也没有留下任何残骸漂浮物。报纸用上了魔鬼三角、空中幽灵这样的字眼来形容这片神秘海域。第19飞行队的离奇失踪成为百慕大三角神秘现象的开端，引发了无数人的恐惧与好奇。事情真的如此诡异不可解吗？到底是什么让经验丰富的飞行员们集体迷航，甚至连罗盘都统统失灵？难道真有超自然力量在百慕大三角兴风作浪？为了寻找答案，我们首先要从一个关键现象说起，也就是罗盘失灵之谜。罗盘失灵只是谜团的一部分，百慕大三角并未就此偃旗息鼓。接下来发生的几起神秘事件更让人怀疑这片区域似乎张开了嗜血之口。自古以来，罗盘是航海和航空中最基本的导航工具。然而在百慕大三角，罗盘似乎格外调皮，飞行员们经常报告指针会疯狂旋转或指错方向。第19飞行队失踪过程中，就出现了罗盘集体失灵的诡异场景。这背后其实涉及地球上2个北极的较量，也就是此北极和真北极。我们平常所说的北方有2个概念，一个是地图上的北方，即地球自转轴指向的地理北极，也就是我们常说的真北极；另一个是罗盘指针所指的方向，指向地球磁场的北极，
及磁北极。真北极和磁北极并不在同一个地点，两者之间往往存在一个夹角，这就是磁偏角。航海者和飞行员在不同区域航行时，需要根据当地的磁偏角修正罗盘读数。例如，在某些地区，罗盘可能偏东几度，在另一些地方则偏西几度。如果忽略了这个差异，按照未修正的罗盘航行，就可能越偏越远。百慕大三角地区正是地磁异常较显著的区域之一。20世纪中叶，一条穿过百慕大三角的无磁偏线，也就是所谓的磁异常线，曾经存在。在这条线上，磁北极和地理北极恰好重合，罗盘指向无需校正，看似方便，却暗藏风险。飞行员如果习惯在别处根据磁偏角调整航向，来到这里反而可能因为过度修正而产生误差，而且这条线的位置会随着时间漂移。经验不足的领航员更容易被搞得晕头转向。1945年前后，该区域磁偏角状况复杂，或许正是第19飞行队迷失方向的原因之一。此外，百慕大三角海域的地质构造也可能对罗盘造成影响。海底蕴藏着大量玄武岩，玄武岩中富含磁铁矿，这种带有天然磁性的矿物会扰乱附近的地磁场。想象一下，当飞机飞过某片富含磁矿的海域时，仪表上的罗盘忽然受干扰偏转，飞行员可能一时难以分辨正确方向。如果再碰上天气变化，连太阳和星星都无法用来校准方向，那么迷航的风险就大大增加了。难怪人们将百慕大三角称为能让指南针发疯的飞行员梦。当然，现代的飞机和船只配备了 GPS 等先进导航仪器，罗盘不再是唯一的依靠。但在上世纪中叶，这种磁场陷阱无疑令众多航行者防不胜防。神秘的罗盘失灵现象只是谜团的一部分，百慕大三角的诡异还在继续上演。时针拨向第19飞行队失踪2年后，1948年冬天，一架名为星虎号的英国客机正横跨大西洋的夜空。星虎号是一架4引擎的都铎式客机，从欧洲飞往新大陆的航程既漫长又艰巨。该机于1948年1月30日凌晨从亚速尔群岛的机场起飞，目标是横跨北大西洋，抵达百慕大。机上载有6名机组人员和25名乘客，大家满怀着对百慕大美景和新世界的期待。机舱内寒气袭人，乘客们不得不裹紧毛毯取暖，机组人员则一边与寒冷搏斗，一边紧盯仪表。机长布莱恩·麦克米兰上校是经验丰富的皇家空军老兵，他小心翼翼地将飞机保持在约2000英低空飞行。据说，由于机舱供暖设备故障，他们不得不降低高度，以利用较温暖的低空气流低空飞行。虽然让乘客稍微暖和一些，却也伴随着更大的风险。这意味着空气密度更高，油耗更大，同时更接近海面的天气变化莫测。一旦有风浪涌起，飞机首当其冲。尽管困难重重，星虎号还是按计划在无线电中定期报告着位置和高度，一切似乎平安无事。接近百慕大时，麦克米兰机长报告预计将在翌日凌晨5点抵达。然而，这竟成了星虎号最后一次通信。黎明时分，百慕大的机场塔台始终没有等到星虎号的降落，无线电呼叫毫无回应，雷达屏幕上也不见任何踪迹。就这样，在穿越漫漫长夜的过程中，这架银色巨鸟无声无息地蒸发了。英国和美国随后派出飞机和舰艇，沿着星虎号可能的航线连续多日搜寻，但浩瀚的大洋无言地吞噬了一切线索，没有任何求救信号，也没有发现哪怕一片残骸或一丝油迹。星虎号连同机上31人就这样消失在百慕大三角的黑夜中。星虎号客机的不归夜让百慕大三角骇人的名声进一步坐实，媒体纷纷渲染起各种离奇的猜测。难道天空中有一个看不见的黑洞，将飞机吞噬殆尽？人们不由得想起2年前神秘失踪的第19飞行队，一时间各种恐怖传闻甚嚣尘上。然而，就在星虎号失踪的同一年年底，百慕大三角再度传出骇人噩耗。这一次出事的是一架美制 DC-3 型客机。这架双引擎螺旋桨飞机于1948年12月28日晚从波多黎各的圣胡安机场起飞，计划飞往美国佛罗里达州的迈阿密。
机上载有3名机组人员和29名乘客，旅客们期待着新年假期能与亲人团聚，全然不知危险正在逼近他们。出发前，地勤人员就发现这架老旧客机的电池电量不足，但机长认为航程不长，天气良好，坚持如期起飞，将这个隐患暂时搁置。当晚天气晴朗，星光点点，浩瀚的大西洋似乎格外温顺。DC-3 客机在夜色中平稳飞行，机长罗伯特·林奎斯特按照巡航高度一路前行，飞行原本顺利，得让人几乎昏昏欲睡。然而，就在抵达目的地前不久，意外发生了。接近午夜时分，迈阿密机场的无线电接收到 DC-3 机组的呼叫，林奎斯特机长通过无线电紧张地报告，他们距离迈阿密大约还有50英里，请求地面引导降落。塔台立刻答复准备引导，并询问飞机方位。然而，回应电波迟迟没有再传来，仿佛就在按下发话键的瞬间，这架客机便被从天空中抹去了。后续的搜索行动令人震惊的一无所获。尽管根据最后联系的位置推测，失踪地点应当距佛罗里达海岸不远，但无论是海面还是海岸线，都没有发现任何飞机碎片或油污痕迹。更诡异的是，起飞前这架 DC-3 客机已经被发现存在电气系统故障，电池可能电量不足，但由于天气状况绝佳且飞行距离不长，机长抱着侥幸心理起飞了。这一决定或为悲剧埋下了伏笔，这是因为电力不足可能导致无线电和导航仪器失灵，而如果机组人员在漆黑的夜空中失去了方向感，后果不堪设想。种种线索暗示，这架客机极可能因导航偏差而偏离了航线，最后燃油耗尽坠入大海。然而，在没有任何残骸的情况下，一切也只能停留在推测。DC-3 客机的离奇失踪再次印证了百慕大三角仿佛存在死亡魔咒，令公众对这片海域更增添了几分恐惧。接二连三的离奇失踪事件让人不禁怀疑，百慕大三角难道真是一片被诅咒的绝命地带？各种惊人的理论纷纷出炉，从外星人绑架、时空裂缝到失落的亚特兰蒂斯能量场，无奇不有。20世纪60年代开始，一些畅销书和杂志文章大肆渲染这些神秘失踪，使百慕大三角之名广为人知。神秘作家曾经喜欢罗列一长串在此区域失踪的名单，但后来有人逐一核查，却发现许多事故根本不是无迹可寻，要么当时有强烈风暴这一关键因素被有意忽略不提，要么事后明明找到了残骸却没被大肆报道，甚至有些船只失踪的地点根本不在百慕大三角范围内。经过严谨求证后，不少骇人听闻的传说都现出了原形。由此可见，当我们用理性的光照进传说，往往会发现其实并没有什么魔鬼在暗中张牙舞爪。经过多年的调查研究，科学家们发现百慕大三角的魔力其实源自多种可以解释的因素，当这些因素碰撞在一起时，就酿成了看似超自然的悲剧。首先，前文提到的磁场异常是一个重要因素。百慕大三角附近的地球磁场比较特殊，此北极位置偏移明显，对导航仪器的影响很大。罗盘在这里变得不太可靠，稍有不慎就会引导航行者偏离正确航向。第19飞行队极可能正是因为磁场干扰叠加，人为判断失误，误判了自身位置，越飞越远，最终迷失在茫茫大海。同样， DC-3 客机在夜间如果仪表受磁场影响，又缺乏备用电源，飞错方向也不足为奇。当导航设备被干扰，甚至完全失灵，人类仰赖科技的双眼就蒙上了迷雾，悲剧由此埋下伏笔。其次，恶劣天气是百慕大三角事故频繁的另一元凶。这片区域位于热带海域，气候多变，经常有突如其来的风暴、飓风乃至龙卷风出没。一场小型热带风暴即可令飞机剧烈颠簸，仪表失准，让船只偏离航线甚至倾覆。例如，许多百慕大三角失事报告中都提到了突然袭来的黑色暴风雨或诡异的低云。狂风巨浪能吞噬无线电信号，暴雨雷电会干扰电子设备。如果不幸航行其中，哪怕经验丰富的机长和船长也可能因为视野不良、仪表故障而手足无措。星虎号事件就有推测认为，
当晚该机遭遇了高空急流和低压气流混合产生的剧烈乱流，飞机可能因此受损或偏离航道。飓风季节更不用说，一旦闯入飓风的怀抱，结局几乎是九死一生。再次不可忽视的是人为因素与导航错误。人类并非完美无缺，在压力和突发状况下难免犯错。百慕大三角航路繁忙，是美洲与欧洲、加勒比之间的交通要道，大量飞机船只穿梭其中，也意味着更多出错的机会。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第19飞行队，领队泰勒上尉据传对新航线不熟悉，他错误判断了自己的方位，将佛罗里达的岛屿误认成了巴哈马群岛，从而做出错误指示，导致整队飞机越飞越远。再加上队员大多还是训练中的新手飞行员，缺乏经验，当领队判断失误时，他们没能及时纠正，结果就是人为错误叠加导航仪故障，酿成大祸。DC-3客机在起飞前对电气故障的疏忽，同样是人为疏漏埋下的隐患。可见，有时并非大自然有多神秘，而是我们自身的判断失误，让情况变得无法挽回。除了以上主要原因，环境因素也让事故的后果更加严重。百慕大三角处在北大西洋暖流，也就是著名的墨西哥湾流的流经区域。这股强劲的洋流如同一条湍急的河流在海面下奔腾，飞机或船只一旦坠入其中，残骸会被迅速卷走并四处漂流。有时搜救人员赶到事发海域时，只见波涛汹涌，却遍寻不获任何碎片。这种残骸难寻的情况无疑加深了事件的神秘色彩。此外，这一地区的海底地形复杂多变，拥有世界上最深的海沟之一，即波多黎各海沟，以及无数海底洞穴和山脉。飞机或船只如果沉入了这些深不见底的海沟洞穴中，打捞难度极大，纵使以现代技术也束手无策。更何况在半个多世纪前，当触目惊心的人间蒸发其实只是残骸，永远沉眠于深海，再精明的调查者也无能为力，自然就给传说留下了滋生的空间。还有一些科学假说，听起来近乎科幻，却提供了可能的解释。例如，海底甲烷气体释放理论认为，百慕大三角海域的海床下储藏着大量天然气水合物，也就是一种固态甲烷。当海底地质活动使甲烷突然大量释放时，海水密度会骤然降低，浮力大减，船只可能像失去支撑一样瞬间下沉。而大量甲烷气体溢出水面后，遇到飞机发动机的高温，还有可能引发爆炸。这一假说或许能解释某些船只、飞机毫无征兆的瞬间失踪。不过，目前尚无直接证据表明百慕大三角发生过如此剧烈的甲烷喷发，这更多只是科学上合理但未被证实的推测。异常巨浪也是经常被提及的现象。开阔大洋上，有时会凭空出现高达数十米的巨浪，像从海底陡然升起的水墙，将航行途中的船只瞬间吞没。这种现象过去被视为水手的夸张传说，如今卫星观测和实验研究证明，在特定气象条件下，巨浪的确存在。如果百慕大三角恰好是巨浪易发的区域之一，那么一艘船只消失的无影无踪也就不足为奇了。只要被巨浪拍碎卷入深海，很难留下可供发现的痕迹。综上所述，百慕大三角的可怕名声其实是多种自然因素和人为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当磁场、天气、导航失误、洋流等等因素碰撞在一起，再不幸撞上人为的疏忽，便酿成了让人匪夷所思的灾难。并没有什么超自然诅咒在其中作祟，真正左右这些事件的是那些我们其实早已熟知，却往往被低估的自然威力和人类自身的局限。随着科学的进步，百慕大三角的神秘面纱正在被一层层揭开。现代的研究和统计显示，这一区域的失事率并不比全球其他繁忙航道更高。美国海岸警卫队也曾公开指出，他们在调查百慕大三角的事故时，并未发现任何超自然迹象。许多保险机构的理赔数据表明，百慕大三角并不比其他海域更危险，因此船只航行此处并没有额外的保险费用。换句话说，这片死亡三角更多是因为媒体和大众的渲染才蒙上了神秘色彩。神秘传奇固然引人入胜，但理性的声音让我们看到了真相。有人逐一核查过所谓百慕大三角的失踪清单，结果发现其中很多事件并非无迹可寻，有的恰逢恶劣天气却被神秘论者选择性忽略，
有的后来找到了沉船残骸却没引起关注，甚至还有些失踪。船只的事故地点根本不在百慕大三角范围。当这些事实浮出水面，我们才发现笼罩百慕大三角的神秘光环已经脱大半。它并非什么吞噬生命的超自然黑洞，而是一片可以用科学和常识去解释的海域。这并不是说百慕大三角从此风平浪静，毫无挑战。相反，它和地球上其他海域一样，依然充满了自然的威严与未知。只是我们更加清楚，这份威胁来自自然本身，而非玄乎的传说。那么展望未来，百慕大三角会出现新的变化吗？有科学家指出，全球气候变迁可能对包括百慕大三角在内的海洋环境带来新的影响。首先，随着气候变暖，海洋温度上升，大气环流模式改变，热带风暴和飓风的强度和频率都有可能提高。百慕大三角所在的北大西洋西部本就是飓风路径经过之地，如果未来更强的5级飓风更加频繁的光顾，这片海域将遭遇更猛烈的风浪和更频繁的极端天气事件。即使拥有现代导航和气象预警系统，航行风险也势必随之上升。此外，剧烈的温度和气压变化还可能催生更加怪异的局地风暴或海上龙卷风，让航行者防不胜防。而更温暖的海洋环境也可能孕育出更多出人意料的巨型波浪，给航行带来新的挑战。其次，海平面上升和洋流变化也是不容忽视的潜在影响。海平面上升可能淹没一些导航标志，改变近岸浅滩的地形，影响船只的航道选择。而北极冰川融化释放出大量淡水，可能会减缓甚至扰乱像墨西哥湾流这样的洋流系统。这些变化也许会改变百慕大三角一带的海洋环境，例如海水温差引起浓雾的概率、洋流携带漂流物的路径等等。虽然这些影响目前在研究之中，但不得不防。还有人提出我们前面提到的甲烷水合物假说，如果海水变暖，海底甲烷释放的可能性增加。倘若未来这一地区真的出现大规模的甲烷喷发，那么过去只存在于假说中的场景或许会真的上演。船只会不会因此平白无故的沉没？飞机会不会因为引擎吸入甲烷而引发空中爆炸？虽然这是极端而小概率的情况，但科学家已经开始关注气候变化对海底沉积物稳定性的影响。总而言之，现代科技和科学认知已让我们能够更加冷静地看待百慕大三角。它并非无法解释的谜团，更不是一个注定让人有去无回的绝命陷阱。今天，先进的卫星导航系统让飞机和船舶可以实时掌握精确位置，精密的气象预报技术让我们能提早绕开狂风暴雨，而失事后的搜救手段也今非昔比。这些进步都在大大降低百慕大三角作祟的机会。然而，大自然的力量依旧不可轻视。正如百慕大三角的故事所提醒我们的，人类对自然的了解仍有盲区。面对茫茫大海，我们永远要怀有一份敬畏之心。当神秘不再神秘，百慕大三角不再是无法解释的魔鬼三角，而成为一堂关于科学与自然的公开课。真正吞噬飞机船只的，并不是海怪或外星人，而是磁场、天气、人为失误。这些看似平常却足以致命的因素，百慕大三角的震撼揭秘，其实是人类不断探求真相的过程。从最初的恐惧传说，到后来的理性分析，我们一步步瓦解了神秘的外衣，也更加明白了自身的渺小与伟大。或许下次再谈起百慕大三角时，它已不再是恐怖禁区的代名词，而是一个警示的象征，警示我们敬畏自然，崇尚科学，谨慎航行。毕竟，无论是过去离奇失踪的飞机，还是未来将飞越这片海域的航班，每一次平安穿越百慕大三角，都是人类智慧与大自然博弈中取得的胜利，也是对那些曾经消逝于此的生命最好的告慰。